Hello， 现在要去买那个汽车的自证隔热垫。那你现在看到天棚颜色还是白色、灰色的这样子。那晚一点呢，我就要去给店家换成黑色的。那我觉得是一个元素啦，就每个时期会车上会有个元素，让人家一坐进来就会感觉到是这个世代的车。那我觉得黑色天棚算是其中一样。这是我第4台去换天棚的车。那现在时间还早，我先去买一个隔热垫，我想要隔在天棚的中间这样。那我们就等一下见哦。那铁有没有？跟那个塑胶粘的话，铁哈也是可以。哦，知道了，那些可以的。我这个用刷的我刷不到啊，用喷彩都喷得到。这样呢哈，你看，这等下来打去哈，你来看这个东西哈，哇，哦，看到，对，我等下连起来对吧？我看到看丝啊，看丝，对，啊看丝了话这个混较侪有两条呀。条呀，那个砍丝安尼啊，跟边都无关的，跟剁的这个卡榫的，那都无关。哦，就是说会可以用，我就尽量用啊。哦。OK， 这一般来东西用天棚比较多哈。啊，一般没有天窗的这样子弄大概多少钱？就是椅子。还有椅子哟。椅子这个会破，知道吗？这里海绵土啊，陷下去。补海绵跟补那个皮啦哈。一般人天棚是大概偌济？我买什么车种？奥迪啦吼，这个拢超6000几块吧。啊，无天窗有较俗无？无天窗的算差500块尔。差几百块啦哈。哦。反正就大概在6000左右啦。哦啊，像我这样子 A、B、C 柱才会大概8、9千、1万这样子。哦。搞工，你做搞工。哦，我等下去去一个。嘿。哦，那有听起来。一个就是用啊吼，这薄就好做的啊。他们的那个轮毂哦，好做，啊，咱你较搞，啊，我做起来10做。这就是我车的黑啦哈。我给贴起来嘛。啊，准备换黑色这样子了哈。对，准备换黑色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再快也要晚上啊。哦，对啊，晚上无做好，这下拢连出了，头壳拢还像变白的。那手嘛会酸吼。哎呦，头会酸，手会酸哦。这工课我做啊，这袂使食收大块咧。系啊，像我就袂使啊。哦，这偌忝的咧，这阮拢固定啊。OK， 现在刚贴好，非常的兴奋，因为质感非常的好。那现在天色黑了哈，现在已经是晚上大概7点了。这一家店我去第2次。那我觉得它特色是现在刚贴完出来，它完全没有那个强力胶那个味道，因为老板有讲他们的强力胶是跟一般工业用的不太一样，就是比较高级的意思吧。就你现在车窗全部关起来，你完全没有闻到一些胶啊，或是说一些化学的那种味道都没有，很淡啊，一点点。那我相信这个到明天应该就是完全就没有了。明天等天一亮，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效果如何。我自己是非常满意。
那这次去更换这个天棚，主要是几个原因啊。那第一个就是它原本是浅色的嘛，浅色看起来就很普通啊。那主要是想要换成黑色，比较有高级房车战斗气息的感觉。哦，那第二个是因为异音啊，就是平常这边在开的时候会嗲，那有时候没有，所以想说把天棚若放下来，那可以去顺便把这个问题抓出来。那昨天老板也是很细心啊，我跟他讲说异音的问题。它天棚是稍微放下来，没有整个拉出来，因为他说很可能会折到，那折到的话，你再贴上去就不好看，所以他是在车内用。那他说他天棚会放下一点，那让我去找异音这样子。之前影片有拍到嘛，我们就是有在找说，譬如说电线啊，或是说哪里有可能是我去形容的那个声音，因为那个声音大概就是塑胶敲金属那个声音，去模拟去推敲。说大概是哪个部分？那我们后来有找到2个地方，一个是在旁边这边，它有线路，那线路有一些塑胶的一些支架，那支架跟这个钣金会接触，可能原本有胶有松或是怎么样，那反正不管，就是用胶把它全部粘在一起。啊，第二个点是这边也有一个铝支架，那跟塑胶的地方也是有点接触，那做一个很薄的一个软布把它隔开来这样子。那今天开起来就完全没那个异音了。那因为异音开起来真的很不舒服，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啊，就是你听到异音在开车，真的没办法开，你就一定要把它抓出来。那抓异音这种东西，一般店家不太理你啊，因为他抓一个异音有办法给你收1万吗？不可能啊，会被骂嘛，会上爆料嘛。那帮你抓个异音就花那么多时间，对店家来说是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才会想要利用这一次机会，就是你换天棚，顺便抓异音，然后还可以顺便做隔热。那第3个就是隔热的问题，隔热隔音一开始就觉得很差，所以想要做加强，所以才会在去更换之前去买了隔热垫。那你以台北来说，在那个太原路那边，你可以找到一些塑料行啊。那你直接问老板或老板娘，他们就会跟你讲，你贴车顶、贴车底、贴轮拱、车门，它都会有不同的材质建议给你。那天棚一拆下来，往里面看才发现，在后座上方那一段是只有钣金，就是天棚这上去就钣金，所以你夏天一定很热，因为太阳直射进来的话，那个温度是直接传进来。那你如果做个隔热垫，效果就会有差。所以我想说，趁这个机会，也是把隔热那边做好。那其实一贴完，你从车顶再敲，那个声音的感觉就不一样，就比较低沉啊。那不然以前的话，你只要遇到下雨天，它那个雨滴敲到车顶的声音，真的是跟国产车没有两样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会去做这个天棚去换新的动作。那问过老板也有讲啊，就是一般车大概就是6000块左右。你如果欧系车比较多啦，像是什么福斯、奥迪、双 B， 其实大概从6年到10年这段时间会慢慢的天棚开始脱落。那依照你的停车习惯跟有没有日晒、潮湿、氧化这个都有关系。一般来说是第6年它开始会有这种现象。那如果有，你也不需要担心，因为其实费用不大啦。你说6000块就可以做一个天棚的翻新。那除非你像我是一样要改颜色，那你可能 A、B、C 柱才要跟着拆。那就算全部拆，也是大概1万上下而已。所以说，你如果在选择中古车，有看到天棚塌下来，其实也不用太烦恼，因为在金额不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好。所以说，这台车是我第4台车换成黑色天棚。那我之前换的第1台是 BMW 的160，然后后来奥迪 A8 也换过一次，还有一台福斯的飞腾我也换过一次。那这台就第4台。那为什么会选这一家呢？我前面2台是去板桥某间知名的，也是做天棚的，网络上都搜寻得到。那他那边的好处是，他除了老板以外，还要请大概2个技师吧。所以你假设跟他约中午过去弄，他可能下午5点就可以交车给你了。那我后面2家为什么选这一间信义路这一间？
那资料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哦。我为什么后来选这一间呢？它其实比较慢，可是天棚全换 ABC 全换的情况下，其实便宜很多。跟板桥那间比的话，那你如果只换天棚，其实差不多啦，就是行情价大概就这样啦。你北中南大概就是5、6千啦。昨天信义路这一间，我就蛮放心的，它的一些手路啊，还有刚刚影片你看到它皮椅的一些遮挡的一些动作，都做得蛮到位的。那至于时间方面，我昨天是运气比较好，昨天早上一大早就去弄，傍晚交车，所以算是当天可以拿。但是我上一次去用福斯飞腾那一台的时候，我记得是放了2天左右才去拿车。那这个跟人手也有关系啊，因为他好像就是老板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弄，跟其他家就不一样。但是它好处是价钱真的蛮实惠的，我坦白讲。那像我昨天做的是天棚还有 ABC 柱的，就是布料更换嘛。那你一定会想说，还有一些手把啊、电灯的按键啊，它还是原本那个米白色。那这部分就看啊，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它这样子有点跳色撞色还 OK， 我就没有再继续弄。那有些人会选择去做喷漆烤漆。那我看过的一些经验是，之后其实蛮容易掉漆的啦。那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就是让它这样子就好了。那影片的最后呢，我昨天拿那个隔音垫自证垫买太多，还有1车份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我会放在店家那边。那你有兴趣的话，就直接跟老板预约。那我会保留一个名额给你自己去 DIY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。以上就是我这几年来换过4台车天棚的一些经验分享。这个频道呢是关于我个人的生活分享，还有一些实用的小技巧。那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